据地方县志记载，清朝末年，金氏土匪帮横空出世，上至夷陵，下至荆襄、长江流域，过往商船不得安宁。老人传闻，有一处土匪旧址，藏匿于深山岩屋，设有洞道通往山的另一边，如今依然有遗迹存在。今天咱们去往金氏匪洞，看一看100年前土匪留下的蛛丝马迹。咱们这时候呢，就去这个老人传说的金氏匪洞遗址，去一探究竟，看看究竟有没有这么一回事情啊！这个林间小道很难走，这样过去差不多是一个2公里的距离，然后。这时候已经能看到对面悬崖有一个很阴森的洞穴啊，给大家看一下，就在那个位置。好了，我们继续出发。突然在旁边发现了这样一个，好像是一个流浪汉的一个居所，是一个小茅屋，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应该是一个流浪汉在这里住过的。咱们继续出发。在哪里有建筑？这边悬崖下面是有建筑的啊。这个山体呢是典型的丹霞地貌，沉积岩山体。这是木材还是什么？这个地上什么？那个，这个叫地苦牛。对，地骨牛钻的那个。这个玩意儿很贵的。哇塞，这里有个洞口，然后这个下面有这个古老的石磨，这应该是以前留下来的遗迹。这是土木结构的房子。你看这夯的那个，这应该最多不会超过500年的历史。对，它这个土墙啊，搞的这种像榫卯结构一样的，它实际上这个不是，用来固定的，它是为了用那个锄头啊，把这个土给它夯紧。它建设这个土墙的时候呢，它是两边有搞的这个墙板，然后呢中间就填这个松软的土，然后再用这个锄头啊，给它扎，把它扎的密实，这样做的这个土墙啊。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看见过这种工艺。好多地骨牛。你看这一圈，看到没有？这个很神奇的，这个就。哇塞，这里很多地骨牛。咱们继续前进。哇，这边有个洞口。从这边这个古建筑进来了，这边发现了有一个洞口。然后在这个洞口处呢，发现了有很多这个古老的牛粪，这个全部都已经干透了。这个依稀可以看出来是用来烧火的那种牛粪啊。我们这时候呢，就到洞道深处去看一下，然后我们沿着这个悬崖边一直过去，看看有些什么遗迹。走，出发。这里明显有很多人走过的痕迹啊。哇塞，这是什么？这有2根巨大的棕榈树，好像是在这里生火取暖的。这洞道很复杂，先走这边的主通道。有蝙蝠在这里睡觉啊！哇塞，看这个石头5颜6色的，看到没有？天哪，这很神奇啊！这个什么？哇塞，这里分成了有阁楼，看到没有？上下2层。哇塞，那是什么？好像是一个城门。有一个石门，而且明显是什么？看，这里有生火的痕迹。哇塞，这里面又是，我的天哪！这个应该是一个房间吧？这么大的房间，这已经超过100平了，可能。对，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宝藏啊之类的东西。哇塞，没想到这个沉积岩山体里面还会有这种石灰岩层。
哇塞，他肯定是在这里取石，然后在外面筑的这个石墙。看一下还有没有别的洞道，这边还有一个洞道。哇塞，这还有花岗岩的山体。咱们看这个洞顶的石头是五颜六色的，特别的漂亮啊。然后再看这个石墙，这个看起来很像混凝土啊，有没有像那个破碎的路面一样？但实际上不是的，这个是沉积岩，敲下来就是这种。整体来说，这个石墙做的不算规整，感觉工艺还不如我砌的坎子。哦，应该是近代的产物。对，好，我们继续。那个时候叫这种称为琉璃灯，对，就是玻璃灯啊。这里发现了一个古水井，它也是用那个沉积岩的这个石块啊，用毡子把它敲平了之后啊，做了这样一个井，看起来还特别的规整呢。现在已经废弃了。我们现在从这个小洞道里面出来了，在这个外面呢，发现了有很多这个沉积岩的大石块，这个仿佛就是以前呢人工把这个石块从洞里面给弄出来了，然后腾出了洞里面的巨大空间。然后我们这时候沿着这个悬崖边继续往那边前进，据说那个金氏匪东的旧址啊在那边啊。对，这个是古道，从这个竹子下面有一个古道往那边延伸的。然后这边呢就又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岩屋。哇塞！这个前面又有个洞吗？对，这里有个厨房，然后上面的山体被烟熏得很黑。哦，这边应该是厨房。在这个洞壁边上，这里有个石房子，石头堆起来的。这边依然是有个水井啊。不知道是用来干嘛的。这个水井也是很规整，但是这个是用的这里也有个水井，石灰岩做的。这边还有一个半圆形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据当地的老人告诉我，他说这个金氏土匪的这一姓人呢，在这里是繁衍生息了有近200年的历史。然后我们这时候呢是处于这个第2个岩屋下面，可以看到这里就是非常平整的一块大空地啊，可能有接近1亩地的这样一个面积。咱们这时候就来到了这个老人说的这个金氏土匪据点的核心部位啊。然后随处可见的这些古青花，看到没有？不过是碎片了。来到了这个洞道内部，感觉这里特别的宽敞啊。好，咱们往洞道深处前进。这边洞道非常的大，不知道是通往何方。咱们这时候就沿着这个主洞道往里面前进。还有很多蝙蝠，看起来洞道很深邃啊。这个路在脚下面。相传这个金氏土匪呢，他是上至宜昌，下至金乡，在这一带是打劫过往的船只，不过都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不知道这个能否考证啊？我在史料上面是没有看到这个记载，只是通过当地人呢一些传说，这样来慢慢探寻。洞道深处有光，说这个洞呢是通往了山的另一边，咱们就前去一探究竟，看看这个洞道是通往了哪里。出发！哇塞，白茫茫的一片。哦。哇塞，这边通往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快来！
我们没想到从山的另一面走出来了。这个洞竟然是穿的。根据老人所说啊，这个姓金的这一支土匪团伙呢，它是驻扎在这个地方，然后平时呢赖以生存的就是打劫这个长江边上的船只啊。因为这个地方呢它是靠近长江流域，所以呢它这个土匪呢也是相当于水匪上至宜昌下至金乡打劫过往的船只。不过这都是很多年前的故事了，但是至今没有史料记载，只能从当地的老人口中他们代代相传的这个故事前来考证。根据我们实地到访发现这里空间是特别的巨大，应该是容纳一个1-2千人的这样一个团伙是不成问题。但是在洞内呢没有发现有过多的土匪留下的遗迹，只能说看到了一些有人类生活过的遗迹有灶台有古墙有这些青花瓷碎片等等一些，但是没有发现有记载的碑石这些东西。好了，那咱们今天的探索之旅呢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观看，喜欢户外了别忘了点点关注，拜拜。